我用了整整半年时间，凭一身的厨艺将濒临破产的餐厅做到行业顶流。结果不仅没得到老板的嘉奖，反而还找各种理由将我辞退。上菜，告诉前厅，30秒内必须送到7号 VIP 包厢的桌上，多1秒，鱼肉的脆度就会流失。师傅，你这手沸血战连，放眼整个海城的餐饮界，绝对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做得这么完美。刚才7号包厢的客人可是著名的美食评论家秦老，他要是满意了，咱们餐厅这米其林2星绝对稳了。我说宋大厨啊，你在后厨是在绣花还是在做菜啊？一条破鱼你切了整整10分钟，前厅外面还有10几桌客人在排队催单。东星斑的肉质纤维非常特殊，如果强行加快出刀速度，刀锋摩擦产生的热量会破坏蛋白质，这是招牌菜，必须保证品质。你跟我谈品质，你是不是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了？客人来我们这里吃饭，吃的是氛围，品的是格调。汤里多放味精、鸡精，那些只拍照发圈的客人吃得出来吗？行了，别整天跟我扯你那套什么厨艺信仰，这是这个月的绩效核算。你的绩效我扣了30%，其他帮厨统一扣15%。高总，凭什么？我们这个月天天加班到凌晨1点，准备明天的食材，出餐率也是100%，凭什么扣我们的钱？哼，凭什么？就凭你们的食材损耗率是全海城最高的，一颗极品黑松露，稍微有点瑕疵你们就给我扔了，你们是在烧我的钱！我告诉你们，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利润空间本来就薄。宋之卫，你那道什么清汤白玉成本太高，从明天起给我换成重油重辣的川式水煮。水煮鱼可以做，但是食材的把控后厨我说了算。这是当初我带着团队加入这里时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。行，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，我们走着瞧。师傅，高建国越来越过分了，这半年他变着法儿的克扣我们的钱，连加班费都没发过，这活真干不下去了。都回去干活。高建国以为拿捏住了合同，就想把我们赶走，然后给客人低等食材。既然他想玩这种把戏，那我们就陪他玩。小陈，去把库房里那批高总采购的调料库存拿出来盘一遍。记住，每一克损耗都要有照片留底。明白。师傅，这就是高总说的新渠道直供的极品海鲜。我只管送货，赶紧签字，我还要赶下一家。老板说了，这些可是急冻鲜活，解冻了和活的一样。哼，你管这叫急冻鲜活？这明明是反复冷冻又解冻的食材。高总，你来看看这批货，里面全都是泥沙和劣质肉。这种级别的食材，连街边的大排档都不用，你让我拿来做人均2000的高端私房菜。老宋，以前那家供应商价格太贵了，这家批发是我小舅子开的，价格只有原来的1/3。这是砸招牌，食材的底线一旦突破，食客的舌头是骗不了人的。不新鲜，你把那股腥味盖回去，这不就是考验你厨艺的时候吗？抱歉，这单子我签不了。宋师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高总非要用，请你另请高明。宋之味儿，别太得意，你不过就是个颠勺的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开除你？好啊，麻烦高总把之前欠我们的2个月加班费结了，我们整个团队立刻走人。老宋，脾气还是这么暴，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？这样，这批货先进库，怎么用你看着办。但是，今晚的营业额必须达标。要是客人因为菜品问题要求退单，损失全部从你们后厨的工资里扣。愣着干什么？把货给我搬进去。师傅，不能让他们搬啊！
这种食材一旦进了我们的厨房，迟早会出事。让他搬，进后厨准备开工。师傅，我们真的要用这些东西做菜吗？他不是要我们掩盖这些海鲜的瑕疵吗？那我们就把这些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。7号桌黑椒浓香虾球1份，12号桌川风水煮星斑1份。师傅，怎么弄？按高总的吩咐弄，黑椒要下足，油温要够高，但是谁也不许私自加一丁点嫩肉粉，不许过小苏打。它原本是什么肉质，就让它保持原样。王总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是对菜品不满意吗？你们是不是换厨师了？宋主厨的手艺我是知道的，这根本就是死虾！你们拿这种东西糊弄我！王总，您误会了，这是我们高总今天刚引进的特色急冻海虾，主打的就是一种绵软的口感，可能是您吃不惯。你当我是要饭的吗？买单这道菜退掉，以后我再也不会来你们这家店。宋主厨，3号包厢催单了，他们点的是松露和牛清汤，怎么还没出？告诉客人，和牛清汤需要严格的温度控制，为了保证最佳口感，还需要再等15分钟。可是他们已经等了40分钟了。那就再等15分钟。好东西是需要时间的。宋主厨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12桌退单，8桌投诉上菜慢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高总，你要重油重辣掩盖味道，我照做了。慢工出细活，这不是很符合我们高端的定位吗？高总如果觉得我不称职，随时可以解除合同，但违约金要帮我们准备好。高总，你以为我们在玩过家家吗？师傅，真的要停掉那8道招牌创新菜吗？尤其是那道云雾冷熏蓝龙虾，多少客人就是冲着它来的，这要是停了……做那道菜，蓝龙虾必须是2小时内空运到店的鲜活货。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冷库里有哪一样东西配得上那个菜名？用这种虾去做冷熏，那不是在做菜，那是在欺骗客人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的菜单上只做最基础的传统菜式。可是，如果全是基础菜，大厅的客单价至少要掉一半，高建国肯定会生气的。那是他的事，后厨的所有工序必须严格按照国际烹饪标准执行。昨晚的情况非常恶劣，12桌退单，你们知道这损失了多少营业额吗？宋主厨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？高总，昨晚的菜品每一道都是按照您的要求进行调味。至于客人为什么退单，你还不知道原因吗？你少在这里跟我咬文嚼词！
我告诉你们，今天中午有一批大公司的商务宴请，全是大客户。如果再出现昨天那种情况，这个月的奖金全部扣光。我已经将后厨菜单进行了全面优化，耗时过长、要求极高的创新菜，全部无限期下架，保留的都是基础菜品。云雾龙虾没了，你把这些高溢价的招牌菜下了，客人点什么？点一盘88块钱的麻婆豆腐吗？基础菜品利润率更高，而且不需要额外的高辅料，这正是高总您所期望的极致成本控制。好得很，下了就下了，但是中午的翻台率必须给我保证，上菜时间绝不能超过20分钟。王总，尝尝这家店的招牌金丝玉林，这可是海城独一份的创新菜，别的地方绝对吃不到。实在抱歉，李总，金丝玉林这道菜今天已经下架了。下架了？卖完了吗？不是卖完了，是无限期停售。不仅是这道，我们主厨的所有创新菜目前都不再供应了。不会吧，这么高端的餐厅，招牌菜说没就没？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？您可以看看这些基础菜式，比如水煮鱼、黑椒牛柳。行吧，那就来个黑椒牛柳，再加几个你们看着办的热菜，快点上。3号桌，黑椒牛柳。有一桌客人的菜一直在等，前厅第3次过来询问了。告诉他们，牛肉需要15分钟的静置才能彻底吸收调料的味道。就算静置1小时，它也是柴的。食材是老板选的，工序是我们定的。我们无法决定食材的出身，但我们必须保证工序的严谨。服务员，你们这菜是去地里现种的吗？一个黑椒牛柳等了1个小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后厨周正在慢工出细活，为了保证品质，时间稍微长了一点。宋主厨，你居然敢用这种方法算计我！宋主厨，你给我出来！高总，后厨种地大声喧哗会影响厨师的专注力，这也是写在员工手册里的。你现在跟我提员工手册，你这是在蓄意损害我的餐厅！我只是一个执行者，出餐慢是因为人员被裁减，我们必须保证每道工序不被省略。口感差是因为食材的问题。我花高薪请你来，就是让你解决问题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玩什么花样，你要是干不了，就赶紧交违约金走人。你用20块钱的边角料去填充，这不叫控制成本，这叫商业隐瞒。辉哥，秦老来了，他带了贵客去7号包厢，点名要送主厨的东星斑、清汤白玉。秦老来了，这单你必须亲自盯，用最好的手艺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必须把味道给我提上去。我可以亲自做，但还是那句话，火候和刀工我来掌控，食材的底色我无能无力。你是主厨，多加点高汤，多放点提鲜的料，只要能混过去，这个月的奖金我翻倍给你。师傅，真拿这个给秦老吃？他的舌头那么敏感，稍微有一点不新鲜他都能吃出来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要把这道菜做得清清楚楚。备汤，上菜。
这宋主厨一手刀工出神入化，尤其是这道清汤白玉，能把东星包的鲜甜发挥到极致。各位今天有口福了。胡闹！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坑！把你们主厨给我叫过来！宋主厨，你搞什么名堂？你这做的是什么东西？秦老，您的味觉一如既往的敏锐。您说的对，这确实是一条冷冻的东星饭。既然你知道是不新鲜，为什么还要端上桌？你作为主厨的底线呢？因为底线是被规则设定的。秦老，我握了10年的刀，我尊重每一种食材，但这把刀切不开资本的账本，因为我无权干涉采购权。我明白了，错不在你。像你这样坚持原则的厨师，不应该在这里浪费生命。诸位，抱歉，今天这顿饭我们换个地方吃。宋大厨，高总请去2楼办公室一趟。高总有话直说，后厨还要备菜。还在生我的气呢？秦老那是出了名的难伺候，我也知道那批食材确实配不上他的身份。你坚持原则，这很好，说明我没看错你。但是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。现在这大环境，我要是不控本儿，咱们大家都得喝西北风。打一巴掌给个舔狗，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抛出那套分级对待的把戏了？我昨晚想了一夜，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咱们搞双向制。双向制？对，分 A、B 菜单。以后像秦老跟大客户那种绝对不能得罪的泰斗，咱们就用 A 级食材；对于大厅的散客，咱们就用 B 级食材。反正在那些散客的舌头里，只要你料汁调得好，他们根本吃不出区别。那么大厅散拉客发现口味不对，要求退菜怎么办？这就要看你宋大厨的本事了啊！只要表面功夫做足，有几个散客敢在米其林闹事，我知道你团队的人最近情绪很大，只要你配合我把利润率提上来，上个月扣你们的绩效，我全额补发。但如果你非要跟我对着干，非要砸我的饭碗，你不仅那200万违约金1分少不了，我保证整个餐饮业没有一家高端餐厅敢用你。你要双向制？好啊，高建国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好，就按高总说的办，分级出餐。我就知道老宋你是个聪明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去吧去吧，中午就按这个规矩来。师傅，那周扒皮叫你干嘛？是不是又想出什么损招了？高建国下了新规矩，实行 ABB 菜单。这就是明目张胆的隐瞒！大厅的菜单价格可是1分没降啊！咱们真要帮他干这种事儿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咱们以后在厨师界还怎么混？你们记住，我们是厨师。高总觉得只要蒙上眼睛，舌头就能被骗过。他要 AB 级，我们不仅要给，还要把这种差距做到极致。然后我们只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是赵长风赵总，他带了4个客人进了8号包厢，点名要您做的古法葱烧海参。赵总可是咱们的大财神啊，如果连他都吃出问题，高总非把咱们生吞了不可。
大胖，去冷库把之前一直封存备用的极品关东参拿出来。小陈，去昨天送来的那堆货里拿2头冷冻的海参出来。你要冻海参干嘛？如果给赵总知道，这事可就彻底闹大了。谁说我要给他吃？我要让他吃到天堂和地狱。几位，今天带你们来尝尝这里的绝活，尤其是那道古法葱烧海参，我敢说全海城找不出第2家。我们今天可算是借了您的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宋大厨怎么亲自上阵了？这可是极少见的待遇啊！来来来，我这几位朋友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宋大厨，这是什么名堂？我点的不是葱烧海参吗？这怎么还上个双拼？赵总，各位贵宾，这是我们后厨今天特别为您准备的对比品鉴。餐厅管理层近期在推行双向制，为了评估新供应商的品质，特意请您这位海城最懂行的老饕来做个评判。有意思，高总这是拿我当小白鼠，还是觉得我赵某人吃不起好东西，要给我换便宜货了？赵总言重了，对于您这样的客人，高总的指示是继续使用一边的 A 级食材，至于右边这种急冻海参，高总的指示是专供大厅散客。所以我私自做主，将餐厅目前的底线也呈现在了您的面前。好一个对比品鉴！没有一点海参的筋道和鲜味，满嘴都是一种化工活检的涩味。老宋，这就是你老板说的新供应商？赵总的味觉极其敏锐，这种海参无论我用多贵的配料，也无法掩盖它内部腐败的本质。不仅是海参，目前餐厅的冷鲜肉、部分深海鱼类，都已经换成了类似这种级别的低价尾货。胡闹！我还信誓旦旦的带你们来吃绝活，这是在打我的脸！非常抱歉，让赵总和各位贵宾有了极其糟糕的体验。其实这盘菜不仅在食材上有差距，在火候上也太不如前了。什么意思？实不相瞒，后厨团队已经被无故扣发了2个月的绩效，高总还将采购预算减了70%。老宋，我不怪你，我知道你是个有规矩的厨师。今天这事儿错在那个唯利是图的暴发户。让你们高总到8号包厢来，立刻！赵总，这是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火，是不是底下的服务员不懂事儿，惹您不高兴了？你看看这端上来的是什么猪食？老宋，你干了什么？我不是让你给赵总上 A 级食材吗？你这是蓄意破坏！高总，你不用冲老宋吼，他是个体面人，不愿意帮着你骗人。几位，今天对不住了，咱们走，换一家干净净的馆子。去前台，把我那张50万的卡全额退了。赵总，您听我解释，这都是误会啊！宋大厨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高总，注意您的仪态。我完全是按照您的双向制战略在执行，我只是把它对比了一下而已。我让你把那些食材端给大厅的散客，
谁让你端给赵总的？原来高总也知道那些食材。为什么大厅的客人就活该花着高昂的价格去吃？你以为你搞黄了赵总的单子就能让我妥协？做梦！你身上背着200万的违约金，你要是敢辞职，我会让你后悔。高总放心，晚市的大厅我会严格使用您指定的 B 级食材，绝不僭越。这菜怎么有一股味儿？你们后厨连最基本的去腥去膜都不会做吗？这种手艺也敢在海城开高端局？服务员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！宋大厨，大厅已经退了15桌了，客人都说我们在糊弄人，他们要求看进货凭证，不然就要打电话投诉。慌什么？按照流程走。客人觉得味道不对，那是食材本身的物理局限。我们已经按高总的要求做了。高总说了，今天的退单损失要算在你们后厨的头上。让他算，他扣我们1分钱，我就让他10倍的吐出来。告诉客人，今天后厨的所有菜品完全遵循老板的最高采购标准。都过来，吃点东西。师傅，这半个月再这么耗下去，咱们的手艺就全完了。打开看看，这是房屋租赁合同，营业执照复印件，知味私房菜。师傅，你半个月前，老板第一次扣我们绩效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找店面了。装修团队下周进场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。高总觉得200万的违约金能锁住我们，他太天真了。我不仅要走，还要带着你们体面的走。我知道这段时间大家受尽了憋屈，兄弟们，再忍半个月。把这些都放到冷库区去。都停下手里的活，开个短会。各位，这1个星期餐厅的营业额大家心里都有数吧？既然高端路线走不通，从明天开始全面推出亲民盲盒套餐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科技的力量，时代的趋势。这袋红烧牛腩，剪开倒在盘子里，加上点你们自己雕的萝卜花点缀一下。高总，你让我们这些干了10几年的专业厨师，去给你烧开水烫塑料袋？哼，你们的专业只能带来高昂的损耗和无休止的退单。我花钱是请你们来给我赚钱的，不是请你们来搞艺术创作的。宋大厨，这几天不是出餐慢吗？现在我把流程简化到极致。从今天起，除了你大厨的位置不动，后厨的3个帮厨和2个打荷立刻辞退，今天就结账走人。高总想要优化结构，我作为主厨自然配合。不过，突然辞退1半员工，按照劳动法是要赔偿金的。哼，你们这几天消极怠工，给餐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，我不找你们就算好的了。既然高总发话了，被点到名的人脱下厨师服，收拾私人物品，半小时后离开。
老宋，责任更重了，这保密协议签了吧。如果我不签呢？我劝你想清楚，不签，你现在就走，200万违约金立刻生效，而且你不仅1分钱工资拿不到。高总，满意了吗？只要你好好干，把这批料理包给我卖出去，以后有我一口肉吃，就有你一口汤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宋，怎么样？都准备好了吗？一切就绪，所有半成品将在客人入座前15分钟统一下锅水预加热，保证上桌时的温度。今晚都给我精神点儿！只要这波商会的客人吃得高兴，晚宴顺利结束，明天我给你们每人发500块钱的过节费。好消息，新店的基础硬装已经搞定了，最多再有3天，咱们就能直接开火试菜了。李会长，您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啊！您放心，今晚的菜单绝对让您和各位理事吃得满意。高总有心了，我们商会把年终晚宴放在你这里，也是顶着压力的，你可别让我们失望啊！后厨，热菜准备，李会长那桌的主桌先上。李会长，怎么停串了？是这道秘制牛腩不合口味吗？高总客气了，菜味道确实很浓郁，不过我最近胃不太好，医生叮嘱少吃这种科技含量太高的东西。哎呀，李会长真会开玩笑。去后厨盯着宋之卫，寸步不离地盯着他，看看他出餐的时候有没有在菜里动手脚。大胖，来，借一步说话。高总，前边正忙着上菜呢，您有什么吩咐？大胖啊，这5000块钱，我要你盯住宋之卫，等他走了，以后这里的主厨的位置就是你的。行，高总，您放心，我肯定帮您盯住他。好，聪明人，去吧。别让他发现破绽，以后跟着我干，亏待不了你。师傅，高建国刚才在杂物间截住我，给了我5000块，让我盯住你，还说以后让我当主厨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还在玩这种跌劣的分化瓦解，
他给你的就拿着，这是他欠你的加班费。我大胖虽然没出息，但也知道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这个我不能要。你一会儿出去找高建国，装作很神秘的样子，告诉他我已经认命了，今晚完全是机械操作，让他彻底放松警惕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让他吃一颗定心丸。高总，我看今天的晚宴就到此为止吧。我们商会还有一些内部事务要处理，就不多留了。这怎么行呢？后面还有好节目呢。是不是菜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您提出来，我马上让厨房重做。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明人不说暗话。你用10块钱的工业料包来糊弄我们，这传出去，商会的脸往哪儿搁？你到底在菜里放了什么？今天故意砸我的场子！我完全按照您的指示操作。水温100度，水鱼加热严格控制在15分钟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。这个锅我这个厨子背不动。各位同行，我这里的主厨人品十分坏，我在这里放话，以后谁要是敢录用他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宋志伟，你完了！全行业的封令，我看你以后在这里还能不能找得到一口饭吃？高总，您的封令发完了，那现在该轮到法律来封您了。都不许动，停止一切操作，所有人离开灶台，站在原地接受检查。几位领导，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可是海城数1数2的高端餐厅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有没有误会，不是你说了算。现在跟我们走一趟。是你做的！王队长，我是这里的主厨，材料是我发送的，这些是所有的物证。宋老板，硬装收尾，设备调试好了，但是尾款那80万，您今天要是再拿不出来，后面的活兄弟们没法干了。师傅，实在不行，我回老家找家里借点儿。大家的心意我领了，但你们都是有家要养的人，我不能动你们的钱。2天时间，80万去哪儿弄啊？小陈，立刻联系赵总和秦老，就说后天晚上将举办一场闭门内测试菜晚宴，仅限2桌。大胖，去检查冷库制冷，把所有的刀具开日，把战斗状态拉满。请他们来试菜拉投资是好办法，可是咱们账上1分钱都没有了，拿什么买顶级食材镇住他们？不需要真正的顶级料理，你们带上几个袋子，跟我去水产老批发市场。师傅，来这里干嘛？这都是些网箱货，能上赵总他们的桌？老板，这几条石头鱼怎么卖？这鱼要专业厨师才能烹饪，你要是全要了，算你15块1斤。
全要了，单独装打氧袋里，别让他们嘎了。石头鱼土腥味重，而且还有毒腺，处理不好，整条鱼就完了。因为嫌麻烦，它才廉价。但在特定刀工和慢煮下，它的氨基酸含量是东星斑的3倍，肉质能呈现雪花牛肉的纹理。兄弟们，资本冻结不了厨师的火候，这场翻身仗，我们要用最廉价的食材切开最坚硬的资本高墙，开工！秦老，你也来了。长风啊，看来咱们都是收到了小宋的英雄帖。这地方选的不错，有几分大隐隐于市的味道。实不相瞒，我今天带了公司的财务总监过来，他这店的启动资金，我赵某人帮他解决。上菜吧。二位贵宾，这是今天的前菜玉雪寒梅，搭配这碟经过3次提烩的昆布海盐水食用。奇怪，看着肉质纤维的紧密度和半透明的光泽，绝不是常见的比目鱼或东星波，有点像极品野生河豚。这到底是什么食材？我吃过不少高端食材，但在这种鲜度和弹性面前，那些东西简直就像是木渣。完美，极致的刀工切断了多余的筋膜，保留了最核心的脆爽。小陈，告诉老头子，这是用了什么绝世珍宝？秦老，这道菜的原材料是宋主厨今天下午在南郊水产批发市场买的石头鱼。什么？你说是石头鱼？那种长在海底泥沙里、腥味极重的石头鱼？是的，秦老，确切的说是剥去毒腺和粗糙外皮后，只取脊背两侧最贴近骨头的那2条肉。石头鱼常年蛰伏在海底岩礁之中，极少游动。为了抵抗深海的低温和高压，它的肌肉纤维紧密，且富含大量的游离氨基酸。这道菜名为琥珀藏山海，请用。这又是什么名堂？这汤里的海参味道浓郁，但这碎末的形态……秦老好味觉。这汤里的海参就是我收来的残次品破壳参，这干贝是陈年的碎干贝，没有昂贵的外表，甚至连形状都不完整，但我提取了它们内部100%的鲜味分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食材没有高低，只有认知有高低的小宋。但今天这顿饭是我吃过的最震撼、最值回票价的一顿。老高，马上联系这家店的装修方和设备供应商，把小宋欠的尾款用我们公司的账直接打给他们。长风啊，你这步棋走得快，不过我也不能白吃。小宋，我那个美食专栏明天就会发出一篇新的头条文章。感谢，我绝不会让2位失望。